乐宝这2天看到自己孩子园区那里添加了好几个新家具，又看了看自己这个木架，一下就没有当初对木架的热情了。对木架没有热情后，乐宝这2天回家都变得积极了，都不用奶爸喊了。乐宝的小耳朵一立起来，就知道是奶爸给自己的通道门打开了。而自从瑞宝辉宝这里多了这3个丰容后，都忘记室外园区的事情了，每天单在室内玩就累够呛了，就该回家去吃盆奶补充体力了。今天瑞宝辉宝的生活就是这般，饿了有姨母将竹子递到嘴边，无聊了有妈妈陪着。这小躺椅就是要抢着坐才有意思，而且也没人说当妈妈的不能坐。爱宝直接给瑞宝挤开，强行霸占瑞宝的小躺椅。姐妹俩这2天因为玩具太多，玩得太嗨了，一心只想着玩，都忘记吃饭了，体重都明显下滑了。之前辉宝体重都突破80斤了，现在又掉下来了，每天就靠回家喝的那顿盆奶来维持。今天先想要回家的是瑞宝，瑞宝此时站在高高的树杈上，看着姐姐的一举一动。瑞宝不断的拍打着爷爷的房门，让爷爷快快开门。虽然瑞宝每天看起来无忧无虑的，但是他也有每天自己要思考的事情。现在这就是一件着急回家喝盆奶，这给瑞宝急得直接单手站立。看瑞宝这站姿再往下发展，都可以直立行走了。瑞宝喊了好一会儿，可算给通道门喊开了。喊开通道门后，瑞宝毫不犹豫地走回了家。此时在小树上的辉宝还在思考着具体回家的事情，同时还有爱宝。爱宝正趴在小木床的扶手上。今天爱宝没去室外，爱宝看着室外的通道门，还在想着去往室外的通道门是不是该开了。2个爷爷这种快乐的精神状态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。辉宝是真坏，瑞宝爬树，辉宝在上面偷偷咬瑞宝的手，这让瑞宝不得不放弃攀爬小树，从树上重新爬了下去。江爷爷眼看宋光军为难他的江小瑞了，直接第2天二话没说，给江小瑞开辟了条新的路出来。这下姐妹俩就可以分2条路上树了。为了姐妹俩能愉快的在室外园区和室内园区玩耍，也是操碎了心。老宋头这里今天在室外园区看着小树上的亮台，又研究上了。每次老宋头眉头一皱，园区下周就会出现新的东西。而此时室内园区的瑞宝辉宝又在吵着去室外园区了。自从瑞宝辉宝能去室外园区后，爱宝这里感觉带娃真是越来越累了。以前姐妹俩没去过室外园区还能糊弄糊弄，现在不行了。现在瑞宝辉宝说室外园区也有他们的一份。不过对于姐妹俩下班回家的工作，还得让爷爷们来。爱宝今天一到下班点就回家了，提前比姐妹俩回去一会儿，也能独自享受一会儿清静。而姐妹俩则在园区根本不想回去，江爷爷只能来园区理火，因为圣熙阿姨在通道门口都快哑了。江爷爷来到园区后，先是给小滑梯上的辉宝哄了下来，一旁的瑞宝坐在小树上，仰头看着爷爷和妹妹。瑞宝的小心思细腻着呢，虽然瑞宝小，但瑞宝什么都懂。看到爷爷只跟妹妹玩不跟自己玩，指定是又吃醋了。不过辉宝这里从小滑梯上下来后，并没有跟上爷爷，而是爬到小树上找姐姐去了。现在瑞宝辉宝下班又成问题了。此时爱宝在室外玩完，正准备带着姐妹俩回室内，走到门口发现还少一只，又掉头走了回去。现在爱宝的任务就是给姐妹俩一只不落的全带回去。今天爱宝出门时嘱咐了姐妹俩要听自己的话，让其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松到处玩耍，什么时候不能乱跑，要紧跟着妈妈，跟着大部队。爱宝给另一只带上后掉头走了回来。辉宝让妈妈和姐姐走前面，自己负责断后。这一家3口真是越来越有画面感了。瑞宝辉宝在室外开心的同时，2个爷爷时隔半年再次来到了望福石上。不过望的不再是福，而是瑞和辉。2个爷爷轮班，135江爷爷来，246老宋头来。姐妹俩整齐的回家后，江爷爷又偷偷来到园区，悄悄观察了一下姐妹俩。姐妹俩在室外属实玩累了，回到家后就爬到树上睡觉去了。但爱宝这里好像没有逛好，因为爱宝在室外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带娃看孩子了，自己没有得到充足的放松。爱宝又来园区来回转了数圈，爱宝转了几圈后又饿了，来到了小亭子上，给瑞宝辉宝树上竹子抽了几根下来，给自己垫了垫肚子。这时马上就要到下班点了，所以爷爷们还没有再次来给爱宝放新竹子。爱宝吃完竹子后，很快爷爷就给通道门打开了，爱宝走回了家。这是姐妹俩第一次独自去室外。爱宝回去后，让爷爷等不及的来到了园区，给姐妹俩检查身体，看看姐妹俩有没有在室外园区受伤。此时小滑梯上的辉宝心里对室外园区还是念念不忘的。辉宝看到爷爷走后，又想悄悄溜去室外园区，但通道门没开，加上门口比较黑，路都没走到头，
辉宝就害怕的溜了回来。瑞宝这连续2天主动下班，都让老宋头有点不适应了。瑞宝这在通道门口站起来四处观察的样子，分明就是个小孩嘛，这让一旁的爱宝都看恍惚了，心想瑞宝怎么跟奶爸们一样2条腿走路了。今天下班点到了时，爱宝听到了外面引导员姨姨疏散游客的声音，一下子就坐了起来，然后分别看向了通道门口和奶爸门口。这时爱宝看到调皮的瑞宝在自己身后爬树的模样，这不让自己省心的样子，让爱宝更坚定了自己想回家的心。爱宝给瑞宝从树上喊了下来，然后便走下了小亭子。被喊下树的瑞宝没事干了，只能去给爱宝添乱。爱宝走到通道门口喊奶爸给自己开门时，瑞宝像疯了一样在园区四处跑跳，释放着自己最后的那点体力。爱宝喊一声就回到自己的通道门口看看，喊一声就回自己的通道门口看看。爱宝来来回回看了2次，爱宝的样子让瑞宝都为此感到着急了。瑞宝直接在通道门口站了起来，心想这怎么回事儿？自己好不容易想主动下个班了，老宋头这里怎么还掉链子了？急得瑞宝又围着园区跑了一圈，等再回来时，通道门便打开了。瑞宝挤到妈妈身前，想要做第一只回家的大熊猫。而与此同时，辉宝这里还在树上呼呼睡大觉。姐妹俩这时而性格一样，时而性格不同，给爷爷们带娃体验感直接拉满。难得瑞宝今天想主动下班，辉宝这里也没让爷爷和姨母催，就直接回去了。因为爷爷跟瑞宝辉宝讲，只要姐妹俩听话，以后天天让瑞宝辉宝去室外玩耍。今天白天，江爷爷终于给姐妹俩把那期盼已久的室外通道门打开了。玩开心的瑞宝辉宝下午回到园区后就很听话，果然小孩子是最容易满足的。下午时，瑞宝和辉宝一左一右的陪在妈妈身边，爱宝则爬在独木桥上守着姐妹俩。一会儿，爱宝突然想吸熊了，爱宝走到了离自己最近的瑞宝身边。瑞宝察觉到妈妈过来后，下意识还用手挡了一下。爱宝对瑞宝讲：“你挡有用吗？你挡是没用的。”还没等辉宝再次开口说话，辉宝就从小亭子上掉下去了。辉宝掉下去后，瑞宝这时又爬上来了。这时候可看出有2只熊的好处了，那就是玩丢一个还有一个。这时突然通道门开了，爱宝和瑞宝神同步的起身查看。激动的瑞宝起来后想从小亭子上翻下去，爱宝看着自己这没脑子的傻闺女，这傻行为立马就给瑞宝拉住了，制止了瑞宝的这一举动，让瑞宝赶紧上来。提醒完瑞宝，爱宝这里就往家走了。但这时通道门又关上了，爱宝走到奶爸的门口给奶爸敲门，瑞宝则负责守着通道门口做收妈妈之力。通道门一打开，瑞宝就第一时间跑进去了。接着是爱宝、辉宝这里从刚才不小心摔下小亭子后，就一直在小亭子下面躺着没有动，给姨姨们演绎着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睡一觉的心灵鸡汤。辉宝回过神来后，发现妈妈跟姐姐都走没影了，这才赶紧跟上。大小姐驾到，通通闪开！爱宝对待自己孩子喜欢的时候是真喜欢，嫌弃的时候也是真嫌弃，就是这样的爱憎分明。爱宝讨厌姐妹俩时，恨不得给姐妹俩直接摔个屁了，亦或是直接送出去，问奶爸要不要，要的话直接拿走。以前揍福宝好歹都给福宝头上安个理由，现在揍瑞宝辉宝统一称为是教瑞宝辉宝防身技能，同时从小给姐妹俩施展威压，让他们分清大小王，这样姐妹俩长大后就只会害怕自己。因为以前福宝时自己单挑福宝，福宝始终都是打不过爱宝的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姐妹俩团结起来，爱宝就吃不消了。所以趁姐妹俩还小，能多揍一顿就多揍一顿，以后就不一定谁揍谁了。况且姐妹俩现在就有试图反抗的苗头了，再加上现在人多了，有时姐妹俩真犯错了，爱宝还容易搞混。平时鬼点子最多的辉宝打不过妈妈，转头就打姐姐。辉宝揍瑞宝时，刚好被江爷爷看到，江爷爷来到姐妹俩身边，试图拉架。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辉宝还敢当着爷爷的面揍瑞宝，爷爷试图让瑞宝反击，眼看瑞宝文文弱弱的，江爷爷直接上手，拿着瑞宝的小手帮瑞宝揍辉宝。江爷爷一顿操作，非但没有赶走辉宝，辉宝这里反而给瑞宝咬得更狠了。这次江爷爷感觉自己是帮了倒忙，之后就没再见江爷爷主动拉架了。姐妹俩之间的事情还是让他们彼此解决吧。而爱宝喜欢瑞宝辉宝时也是真喜欢，简直像是要给瑞宝辉宝揉进自己的骨子里。姐妹俩经常讲妈妈的爱容易让人窒息，真是爱的时候爱到底，打的时候打过瘾。